无论是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其实非常的不同啊。那如果我们从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视角的话，他们的说法，中国大陆送了非常多的装备给伊朗，但是事实上呢，唯一一个较像中国大陆的装备红旗2的这个飞弹，可是这个红旗2呢，实际上俄罗斯也有，可是这个飞弹是1960年代的飞弹，例如说红旗9B，如果真的在这个部署的话，那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照片，但是没有。今天关心来自于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最新消息，80枚的飞弹，伊朗射出来的只是开胃菜吗？伊朗现在最新宣称的，它有2.万的发射平台，目前为止攻击美以只用了10%而已，炮火现在也持续的延烧到波湾地区去吗？另外，今天会特别来关心有关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援部分，俄罗斯根据了解有帮忙定位，那中国大陆有军援飞弹吗？这一场中东大战，我们今天会来做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好，来看到是最新消息，哈米尼的儿子56岁的穆杰塔巴正式接班了，他宣布要正式的启动这一场叫做复仇者的时代。前美国的外交官这一位是艾伦，他特别说了，穆杰塔巴比他的父亲更糟糕、更强硬。他补充，他是革命卫队的首选候选人，将会有接下来大量的仇要来报复。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所以呢，伊朗就在8号这一天启动了这一场攻击，这个叫做发动的真实承诺4的行动。这当中出动了80枚的飞弹，就这样射向了以色列，再包括它的北中南地区同时都拉了防空警报，并且攻击到多个城市。4波的飞弹攻击涵盖的范围包括了有特拉维夫，它的首都特拉维夫、海法等主要城市。大量的民众也躲向了防空避难所里面去。5个小时而已，就已经有4波的飞弹攻击。伊朗是这样讲的，他说目前针对于伊朗的攻击，他们只针对于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他们只用了10%而已，还有2.5个导弹的发射平台还没有做使用。那另外一方面，看到巴林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也被伊朗所攻击了。这是在他的一个穆哈拉市的一所大学遭到飞弹击中，造成3个人受伤，建筑物受损之外，这是在我们看到大学的部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时候做了警告，因为伊朗也去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遭到攻击，所以他就说了，你如果继续的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我们就会让美军来用我们境内的基地来打击伊朗。另外一头来看到伊朗这一次，他说他总共发射了多少的攻击，大约达到了600次的飞弹攻击，2600次是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除了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之外，看到的范围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并且在这一次的攻击下，伊朗最新做了一个宣称，他说已经造成了美军第5舰队21人死亡，美军空军基地200人死伤。而美国的部分最新消息，他们已经证实了，先前说美军有6个人身亡，现在最新消息数字，美军证实来到了7人身亡。再来看到了，在这个美以轰炸之下，石油设施跟炼油厂的部分轰炸它的石油跟炼油厂之后，德黑兰在3月8号这一天上空出现了一个云层，而且这个云层是突然间变成黑色的，下起了石油雨哦。那么当然了，当局就赶快要求他们的民众赶快去避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石油雨是对人体有害的。好，来看到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角色也加入了帮助伊朗吗？我们先来看到外长王毅，他说这是一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再来看到是华盛顿邮报也做披露，2艘隶属在伊朗的国营公司的货船，在上周从广东满载离岸。外界研判船上是否载有飞弹，是要提供给伊朗的呢？俄罗斯的部分疑似也向伊朗提供了在中东的潜在目标的情报给伊朗，包括这当中可以得到美军舰艇跟军机位置的情报。再来看到是中国还向伊朗，这是传出来的，提供了雷达，还有它的红旗9B 防空系统等等。针对于中国准备向伊朗提供了这个音速反舰飞弹的传闻，中国目前则是予以否认到底。所以这当中我们要请舰长特别先带我们来看到，中俄难道是真的开始下场要帮助伊朗了吗？这一场战争会不会变成美国对抗中俄的代理人战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的
这一个无论是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其实非常的不同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视角的话，他们的说法也就是送了非常多的，中国大陆送了非常多的装备给伊朗，但是事实上呢，那我们来看啊，之前这个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每天不断的提供最新的他们的一个攻击的目标，例如说，这攻击的是一个那个机堡，那这个没有门的机堡呢，结果就立刻被命中。但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啊，唯一一个比较像中国大陆的装备的，唯一一个其实也就是这一个红旗2的这个飞弹。可是这个红旗2呢，实际上俄罗斯也有。那在这种飞弹呢，那它这里当然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就是被击毁的一个照片啊。可是这个飞弹是1960年代的飞弹，也就是距今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它也就是辽备一格。至于有很多的说法，也就是说，例如说红旗9B，如果真的在这个部署的话，那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照片，但是没有，雷达也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来看，是不是有相关的军民两用的装备送到了这一个伊朗呢？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华盛顿邮报他所拍下来的接下来的卫星的照片。那也就是说，这2艘船，那其实现在如果按照3月7号的一个地点的话，他们正在通过南海，然后正准备通过马六甲海峡。因为现在的 AIS 啊，它都会显它的终端到底在哪里。那它的地点的 ETA 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伊朗。那大家都认为，那当然他们也觉得这是他们停靠在一个危险品码头，也就是专门送这种化学药品的。那也就是是不是有这种提供给伊朗这一种推进药的这个可能呢？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有的时候码头比较繁忙的时候，任何的货柜都会做各种的调派。我举个例子，那个当年海军敦睦支队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靠的其实就是货柜码头，我们的上面还有起重机。那这个是透过那个它的一个港口的安排，所以不一定是靠哪里它就一定有什么。而且我们如果说仔细的看华盛顿邮报的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从它的甲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个货柜而已。那大家也不要想的太多。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呢，它是如此，那俄罗斯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方面？例如说有些人认为说会给这个尖端的，例如说定位系统，或者是这一种卫星照相的部分啊。这个部分不要讲说俄罗斯会不会给伊朗啊，我们想一想当年那个英阿的福克兰战役的时候，美国有没有给英国嘞？美国有啊，美国事后承认说他们给了非常多的这个图像资料以及情报资料给英国。那你美国可以给英国，那为什么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不可以给伊朗呢？而且我再强调一次，这一次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向伊朗宣战。好，所以这一场战争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关心的是在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角色，但是现在呢，伊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发动了这么多次的战争，到现在为止最新的一次是80枚的飞弹射向以色列嘛，他说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飞弹平台，2.5万发的飞弹平台，我们现在只用了10%，也就是说这场消耗战会持续下去吗？以色列的防空网撑得住吗？委员又怎么看？有人看门道，有人看热闹。这个以色列能不能撑得住，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说伊朗这个一再轰炸有没有炸掉以色列打击伊朗的空战能力？没有。换句话说，打击的重点没有打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那打这种以色列的防空网，很显然打的是民间设施。那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以色列现在经过这几个轰炸以后，瘫痪到什么程度？似乎还没有到了瘫痪的崩溃边缘啊。那伊朗呢？
伊朗的这个防空力量完全没有，所以等于是让伊朗的空军炸得完的，以色列空军炸得完，这是伊朗比较吃亏的地方，因为伊朗没有防空网，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伊朗有攻击网，那说伊朗有80枚这个导弹只是开场，他们还有25000枚。他讲发射平台应该讲是无人机啦，如果是导弹不可能这个数量，因为伊朗的财力有限嘛，不可能这个的。他说只动用10%，因为无人机的平台很便宜嘛。那伊朗的发射平台预估不会超过200个大卡型卡车的发射平台，所以现在损失多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损失也不会再少数了哈，可能有一半不见，那另外一半还有一个作战能量哈，所以有100套的发射卡车，有80枚的飞弹机差不多。至于它所谓井喷式的那种井射式的导弹，大概没有了哈，因为目前没看到井射式的导弹出现啊，这个是很不平常。但伊朗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哈，不在它有没有办法攻击以色列。第一个，它没有办法以色列的空军力量瘫痪，所以以色列可以持续对伊朗产生攻击。第二个，现在伊朗最大的困境是他不晓得该打哪里。第一个，如果他打以色列，这是很正常，美以伊战争。他现在打巴林，巴林是什叶派的打沙特阿拉伯或者打这个阿联酋，然后封锁荷姆斯海峡。战争主角就不是美国跟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地方跟美国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打吧，有什么关系呢？美国也不痛，以色列也不痛。你说以色列、美国船又不进出这个荷姆斯海峡，大家都忘了这是什么？没有进出荷姆斯海峡，跟以色列、美国都没有关系。反而跟谁有关系啊？印度、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台湾，这有关系啊。所以变成说打荷姆斯海峡是等于是另外一场战争，因为主角全部换人了嘛，所以你只能对油价涨。那现在油价暴涨，美元暴涨，这什么意思？美国是获利者啊，这美国，而且中国是损失的，印度损失的，只是损失，日本损失是损失的轻重不同而已嘛，哈。那有人讲说美国会经济什么乱？你看到其他国家损失更重。美国那点股价跌那还好，而且美国的债券没有暴涨，没有暴跌，维持稳定。你要从这几个数字来看的话，美国可能还觉得很乐的，你就继续封锁荷姆斯海峡嘛。你要做反封锁，说让你们大家来拜托我，给我钱。因为那是主角不同的战争，而且荷姆斯海峡的战斗跟以色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跟原来的美以伊战争，现在变成伊朗跟波斯湾国家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哇，这另外一种战争。这个伊朗能不能找到便宜？找不到便宜，麻烦就在这里。因为以前会有效是美国从中东进口很多石油，现在美国完全不从中东进口石油，你甚至拿它没办法，完全拿了吧。而且它还石油出口国，现在全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就是美国啊，它会赚翻了。我跟你讲，赚翻了。所以这个伊朗的战略困境就在这里，就他不晓得该打哪里，不晓得该打谁。那打了以后，波斯湾国家变成他的仇人，沙特就放话了，你再打你就看着办。沙特的空军力量比以色列差不了多少阿联酋的空军力量也很强那现在等于就是说，伊朗的民用设施还没有遭到太惨的攻击。那如果未来再波及到伊朗的民用设施，以色列固然受损。那以色列固然受损，后面有钱爸爸帮他补啊，你伊朗就可能中国、俄罗斯都帮不上忙。好，卢委员说了，确实这场战争现在扩大到波湾地区去，包括了巴林等等的国家。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出来喊话了。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场战争持续的扩大？先说中国跟俄罗斯会不会在背后支持伊朗？我先说，美国现在背后没有国家支持他。西班牙、法国、挪威是反对，认为这是非法的战争。英国、澳洲现在被要求，但他们现在在犹豫，而且强调不可以用于战争。所以跟过去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完全不一样。美国的盟邦除了以色列，其实没有人愿意参战。那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现在面临到一个两难：美国在用他们的基地，他们也需要美国的基地。但是它可能会被威胁、被攻击。沙特阿拉伯这边说，如果再攻击的话，会允许美军用境内的基地。你不老早已经允许了。那沙特阿拉伯会不会去攻打伊朗？不至于，双方这个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那最多这是一个壮胆跟放话。那至于现在伊朗跟美国目前的这个情势
我觉得在战略的层面，其实伊朗并没有就是说落后太多，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攻击者，伊朗是遭受攻击还被斩首，这个国家快要崩溃。结果很快的，你看到它整合起来，新的政权延续，然后呢也有节奏的做反击，而且后面可能比过去这25波以上的反击还拥有大概2倍到3倍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的储存量。是。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到，当然你如果就双方的战损跟死伤人数，伊朗这边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像昨天那个德黑兰下黑雨，这个对人民、对社会经济影响都很大。对，我看到联合国的，就是难民总署就公布，在过去这一周出现了20多万、快30万的，就是避难的难民，也就是在国家内部离开德黑兰，还有以色列逃离特拉维夫的这些叫所谓的避难难民，但还没有出现跨国境的这个难民，所以基本上这个政治、经济跟地方的治理体制在伊朗还算是稳定。那现在新的领袖出来，所以呢，他当然一方面他自己权力巩固，二方面这个神权政府他自己也要掌控，第三方面，伊朗这个国家面对美国、以色列这样子的攻击，那怎么样来去表现出他们的这个态度？强硬的态度，有尊严，或者是这个国家不容被欺负的这个态度。那这样子的战略层面而言，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到目前为止根本不需要去帮助。你刚刚讲到的2艘华盛顿邮报登的2艘货轮，我觉得如果就算是之前签约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项，那其实也就原先的这个协议。因为现在就双方而言都还不算是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战争已经这个不断的在提升，可是就中方而言，其实提供相关的这个物资呢，你自己将来处理，或者你在海上被打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他不会因为说战争，他可能是因为害怕被牵连而就不提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美国大概也了解。那当然，关键就会在这个货船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被这个击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接下来你说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中俄美之间的代理战争目前都还不会看到这种情况。俄国跟美国也有俄乌战争的问题，中俄之间也有他们双边的问题，而且在目前的美伊战争上面，其实美国面临的困境并不比伊朗低啊。尤其是川普他的战略不清楚，他现在战术又这个被动，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面临到了一个新的领袖出来的伊朗，强硬的伊朗，其实接下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寄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
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呢？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尉，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尼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
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哦，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鱼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啊。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啊，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啊。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哦，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在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哦，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然后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以色列，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帮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人。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的 IRGC。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站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赔账啊，全世界一起来赔。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
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哦，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哦。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那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国际话题呢，还是要来聚焦过完马年依旧是非常火热的美伊话题啊。然后现在美伊跟军武的焦点呢，美国总统川普他持续在往伊朗的方向更多的投送兵力，对伊朗实施所谓的南北合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首的这个打击群，还有3艘的飞弹驱逐舰呢，从1月底就已经开始持续部署在阿拉伯海了。紧接着第2波的福特号航母呢，也正在从希腊，然后往这个伊朗的方向去做一个集结。那不只是2艘航母之外在空中战力方面也是热闹的宛如是春晚包括了什么 F-35、F-22、F-15、F-16在内，夯不啷当大概有超过100架的战斗机。100架的空中加油机，还有200多架的货物机都已经在中东方向开始做集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如此浩大的声势，现在都已经在中东的方向来做集结。孙子兵法曰：“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现在已经不只是粮草，是整个海军战力、整个空军战力，大家都已经动员起来了。如此大的大动作，包围伊朗，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布局我们就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是不是真的就要带着这么强大的战力打向伊朗了呢？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美国的起手式可能会怎么打，还有这么打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先请李将军帮观众朋友分析，好吧？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作战，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他的战略目标大概不外有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伊朗要去除他的核设施，第2个要求他要缩减他的导弹的数量以及射程，第3个要他不能再支持他周边地区的这种民兵武装组织那当然最好是能够彻底的推翻哈梅内伊的政权。那我们以这几个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以美军现在部署的军力，如果动手的话，达不到我个人认为要达到的很难可能会限于这个持久旷日费时的情形。因为虽然说它部署了大量的海空军，对海军来讲有2艘航母战斗群，分别在地中海跟跟这个安曼湾外海这个地方可以形成南北夹击。那空军的数量也非常庞大，光战机就有100多架，那勤务支援的飞机有200-300架可以说是庞大的海空支援力量。可是我们唯一没有看到的是陆军的力量，没错，陆军力量。如果陆军力量没有，我觉得你要彻底的颠覆哈梅内伊的政权，光靠轰炸的手段可能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说这个，如果他想要采取马杜罗的模式的方式，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虽然去捕捉，可能这个哈梅内伊现在也有因应的措施，譬如说，他可能可以有地方先期的洞穴的躲藏或者是分散的部署，或者是情报的遮蔽跟保护，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认为说是美国要动手来讲的话，可能不是如他所望的，光靠海空军就能够颠覆得了哈梅内伊的政权。第2个，当然有人的说法是说，可能会不会先小打再大打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有人会说，我先小打，看可不可以用武力折服这个伊朗。这句话是谁讲的呢？我觉得是川普所讲的。他前2天讲了一句话，他很纳闷为什么集结了这么庞大的兵力，然后伊朗还没有要投降？这很明显，他就想要借着兵力折服这个伊朗投降。但是伊朗看得出来，如果到现在这个样子，没有要这个示弱的话，可能后续你除非真打，不然的话他是很难示弱的。那先小打再大打，我觉得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作战讲究的是事显节短。一定是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集结大批的兵力，用狮子搏出的力量
一举这样彻底的这种不管是心理上面的防御，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力量，彻底的将它击毁。是，如果你一击没办法击中的话，第二次、第三次，那当然这个日久之后就容易生变哈。所以说《孙子兵法》有讲一句话：未读巧之久矣。你虽然说很巧妙，但是你拖很久，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美国对伊朗来讲，但是有一个变数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前2天。他因为关税的事情被这个大法官打脸，对6-3的比数嘛，那大法官说他关税这一部分来讲是违反这个宪法的规定，没错，违宪。那你要知道，以川普的个性，他会不会说这个为了扳回在国内的颜面哈，这个冒险的用兵哈，这个就是我就是要挽回一个颜面啊，可能他在国内里面是挽救他在国内。因为这次关税被大法官打脸，这个声望的低落，趁着一次的这种军事行动挽回这个颜面，这个是不可预期的变数了。当然，可是我是认为说，就算是你川普这样做的话，也犯了很大一个错误。我们《孙子兵法》也有讲一句话，叫做这个将不可怒而用兵哈。这个你如果说因为你个人的情绪，你贸然用兵的话。这绝对是兵家大忌。当然，后续我们有在观察，26号这个双方来讲还会在日内瓦再做最后一轮的谈判。对，那这次谈判，那这个伊朗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退让，来换取和平？或者是说，美国川普会不会这个实施一次所谓导弹的攻击，战斧行虚拟导弹或干嘛？利用打完一次，你知道川普他的赢学就这样，所以他不见得要获得最后的战略目标，但是他只要有一次的攻击或轰炸之后，他就可以宣说，他打赢了，打了胜仗，然后就这个后续来讲就可以有一个台阶可以下来。但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如果没有达到你战略上的目标，你只是一次军事的行动，只是突然的浪费这个兵力而已，然后达不到任何的效果，那可能结果，我认为说最后的结果会不会跟去年6月份一样？去年6月份那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虽然说美国后来有加入所谓5月之锤的行动，可是我们看到总共12天，双方就互相收兵了，鸣金收兵，互相收场，代表说这场仗打不下去。那这一次的行动会不会重蹈去年的情形？然后打了一场仗之后，然后双方就开始收兵，互相给个台阶，就大家就下来了。我觉得极可能的发展是比照去年6月份那种模式。好，谢谢厉将军的分析哦，确实啊，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包含伊朗的回应呢，真的是可以靠《孙子兵法》里面很多的这个兵法讲解哦，来套用到这个环境里面。不过就在美国的航母调动之际呢，我们却观察到了闹出了一个笑话破口，是什么破口呢？竟然出现在了福特号航母的厕所上。因为根据美国这个公共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哦，说这个福特号的厕所是采用真空收集、储存跟运输的一个系统出现了故障。那疑似是当年的这设计啊，管线太狭窄了，加上官兵们长期的高强度使用，导致这个堵塞的情况很频传。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马桶不通这件事情哦，厕所不能用这件事情哦，算是这个后勤上面的一级警报。所以官兵如果都不能上厕所，你还怎么来进行远洋作战？都说嘛，人有3急啊，大家都需要如厕。那现在船舰这个排污系统虽然跟大家看到火力这种挂钩的飞弹大炮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的后勤啊、战备啊闹了一个大乌龙啊。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但是委员你认为这个 toilet 的问题是不是可大可小？真的是很搞笑的问题啊！以前我们看过所有的文献啦，船舰上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空调系统。空调，第一次听到马桶出问题，这是很罕见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去追查它发生什么原因哈。因为在传统的航空母舰的这些马桶系统的设计哈，它是分区设计的，它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各自独立的马桶系统的。但因为福特号在设计的时候，觉得它更进步一点。对，因为分区设计的马桶系统有什么问题吗？第一个，它设备重叠度很高。第二个，因为设备重叠度很高，它占的空间就比较大啊。是。那它福特号想说，尼米兹号空间占那么大，我把它用统一系统来做处理的话，那设备减少了，空间减少，我会腾出很多空间来做
武器或别的来使用。这是福特号设计的概念。是你这样想其实也没错。对，而且统一的集中式的处理啦，它水比较省。是比较省。好，优点讲完了，我们讲缺点。从2022年就发现了，因为它为了要流速快，所以它管线变得比较小，是整个是全船网路化，把马桶网路化。那哪里阻塞你不一定知道，对就有一个地方阻塞了，经常会造成全船大部分的地方都阻塞，大部分地方阻塞。那以前分区在设计，它基本上是比较靠机械化的。它有什么特点呢？这里坏了就修这里就好了或者这里坏了，你可以到别的地方上厕所就现在是整船同一个系统，坏的话大家都没得上厕所，所以这个是有个搞笑。一个好的设计哲学，再加上它有一个航空母舰，它忘了一个特性。航空母舰虽然舰上有4-5千人，但是大部分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来自于炮兵单位，有来自飞弹单位，有来自还有这个什么飞行员单位这个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参谋单位，因为在各单位每个人的生活习性都不一样，那生活习性不一样经常造成他们对厕所的需要事实上是不同的。很少人以为人类对厕所的需要是一样，其实大部分都不同，没错。那这种情形反而造成了这个他们这各种这个排泄物盥洗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头发掉的比较多，头发掉比较少，所以形成的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在美国海军他们这个马桶是变成一门科学在做研究的，因为它要讲求环保，要讲求省水它又不能用海水的水来冲这些东西，所以因为海水会碱性化，会问题更多。那结果就所有的问题在尼米兹号都不觉得是问题，然后好心设计完了以后，在福特号全部是问题，而且问题发生不是今天，是2022年就发觉了，那始终无法解决，始终无法解决。你说对福特号的战力有没有影响？你刚才讲过，对什么火控战斗机起降电没有影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你怎么保证这个福特号出勤这1-2个礼拜就会结束没错人有对，它就不适合长期作战，没错，这是问题你要去撑个1个月还可以但是你要撑个2-3个月就很惨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士气影响到生活空间。如果说你上了福特号以后，发现连那个中央驾驶单位都有臭味满天你看这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觉得美国人想求进步但是在很多的细微的设计上面又出了问题。是确实这个要远洋作战，官兵们还是要有一个舒服的生活的一个环境大家才有这个士气。好，川普总统现在不断向伊朗发动这个兵力的调动，他却迟迟不打从这个我们过年前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结果他都很克制，一直在维持住。难道是在等待盟友先动手吗？根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爆料呢，就说川普的团队他们其实私下有在考虑一个政治的考量，就是让以色列先去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等到伊朗大规模的报复之后呢，是不是有点像去年的剧本？然后美国再以一个正义之师帮助盟友的角色跳出来，然后大打伊朗，然后维持一个区域安全的姿态哇，这个剧本真是高借刀杀人的感觉还让以色列做了炮灰。那另外呢，外界也一度传出土耳其其实他也是虎视眈眈，一直在观察因为他们希望等美国对伊朗出手之后呢，土耳其刚才力将军讲的缺少陆军的这一部分，土耳其他来补上，他派兵来占领伊朗的部分领土。当然土耳其有自己的小心思但随后呢，这样的说法就被土耳其的总统府给驳斥这样的传闻了。好，我们观察到美伊因为核武的矛盾而起，但是以色列、土耳其这些周边地区的国家也都有各自的盘算跟想法。好，这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我们请赖老师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帮观众朋友深入浅出的方式来点评，为什么美伊的东西其实可以扩张到其实土耳其跟以色列也都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先谈土耳其好土耳其的可能性最低。很明显的是，美国故意放出这些讯号，要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土耳其跟伊朗他们有竞争、有矛盾、有冲突。
但是也有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耳其它是逊尼派的，这个伊朗它是什叶派的。是。那土耳其想要争这个逊尼派的领导权的话，我们看到他们在叙利亚内部的内战中，土耳其支持的是逊尼派的反抗军，而伊朗支持的是什叶派当时的阿萨德的政权，所以彼此之间确实有过较量，有矛盾。然后在这个利比亚也是如此。利比亚当时爆发内战的时候，土耳其跟伊朗所支持的派系也不同，彼此之间也在这个地方有争夺，在高加索地区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彼此之间的矛盾不会扩大到两国之间的战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有合作的需要。是合作的需要在哪里？第一个是在库德族。库德族是伊朗跟以色列跟土耳其的共同的敌人，也是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共同敌人。库德族人大概有5000多万人，人数不少。可是他刚好一方面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南部的土地上，然后在伊朗的西北部的土地上，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土地盘踞在那个地方。那库德族本身就形成了土耳其必须要跟伊朗合作，来共同压制这个库德族的发展，不然的话，库德族在土耳其被追剿，他往伊朗这个地方跑或者庇护的话，那这个对于土耳其后面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有合作。第二个合作地方是在经济贸易，尤其是伊朗的能源经济需求，还有交通管道，它事实上贸易线尤其是中国大陆目前在打通的中亚到中东到伊朗，然后再进入土耳其的这条线，那对土耳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贸易线，所以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有合作。那你想有竞争有合作，怎么可能会爆发到直接的爆发冲突？而且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说美国开始要对伊朗采取动作的时候，土耳其是第一个跳出来，而且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的盟国，对，他跳出来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准美国使用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那我都连你的军事基地都不可能给你使用了，我怎么可能去率先打这个伊朗？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智库故意在放话，挑拨土耳其跟伊朗之间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土耳其排除在外。那以色列倒是有可能。以色列如果他是先发制人去攻击伊朗的话，伊朗就变成是被迫自我防卫去攻击以色列。这个时候改变的战争的态势就已经不再是什叶派对于以色列了，而是逊尼派跟什叶派会站在一起对付以色列。至少逊尼派不会支持美国那么对于伊朗动手，所以这个可能性也不高。更何况事实上是美国在制止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动手，怎么会变成是伊朗对于以色列对伊朗动手？因为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是一直想对伊朗动手，没错，是美国川普一直不让他动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态势，很明显的就是有人在挑拨中东地区的混乱。那大家在问的是美国为什么到现在不动手？今天26号，那是我们台湾的时间，欧洲大概是在晚上已经到傍晚了。傍晚的时候，他们的谈判正式开始，没错。那川普他维持高压的姿态，事实上是希望采用极限施压的方法，希望说，到时候你伊朗是不是在谈判中你能够让步？那伊朗事实上他也摆明他愿意让步了，也就是说他在核武这个部分、浓缩铀这个部分，他愿意稀释，但问题就在于稀释到什么程度，而且如何被有效监督，这个是谈判中的难题嘛。但是如果伊朗说他放弃核武，这也符合中国大陆的那个核不扩散的原则。大陆在这个部分来帮伊朗，我觉得可能性就拉高了，而且有正当性。那也让美国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看到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像美国他应以色列的要求，对于导弹那么提出他的建议案的时候，伊朗没有打开，把这个建议案原封不动的退回，意思也就这个不在议程内。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打？那就是代表在核武这个部分才是川普他本身的核心的议题，导弹只是满足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要求而已。
所以只是一个虚应故事。那当伊朗整个退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这个美伊的谈判就破裂了，就终止了，没有。这代表美国川普还是希望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跟伊朗的问题。是。